美国精英钻牛角尖的样子，像极了300年前的大清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。美国人为什么这么能理直气壮的在国际事务上大搞双标？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。在双标这方面，最近几年美国在外交领域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。美国人对自己内部的种族冲突和暴力犯罪视而不见，年年发布人权报告，对其他国家的内政指指点点。和中国发布的美国人权报告不一样，美国每年更新的这份人权报告叫世界人权报告，除了他自己以外，全球快200个国家和地区都要遭到无差别的打击。美国在国外策动政变，搞颜色革命，把街头的恐怖分子吹成是风景线，结果轮到自己立刻一蹦3尺高。无论是当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，还是如今的国会山事件，美国媒体都把参与者视为暴徒和罪犯。当年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失踪了快10年，最后尸体在纽约的建筑工地被挖出来。国会山事件爆发以后，美国警察逮捕了超过800个示威者，这些人里被判的最重的一个要蹲7年多的大牢。最近泄密美国的表现更可笑，在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开拓电信市场的时候，美国跟在后面围追堵截，连口罩里装天线这种造谣都说得出口。等轮到自己被爆出窃听丑闻，美国白宫发言人居然梗着脖子站出来说，同盟国要感谢我们。所以说美国现在被墙倒众人推，连自家媒体和英国媒体都出来指着他的鼻子骂外交失败，沦为旁观者，真的是自作孽不可活。美国这么嚣张地搞双重标准，本质是因为美国内部多年以来受美国例外论的洗脑非常严重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美国内部流传着一种天命说，认为自己这个国家是天命所归，是天生的救世主和灯塔，所以有权利帮着上帝审判别的国家。今年拜登公布的国情咨文里，至少2次强调了美国有唯一性。这件事情说起来其实也挺可笑，因为只要稍微了解一些美国建国历史就知道，美国例外论其实根本就是伪造史。最初从英国跑来美洲大陆的一批人，本质就是殖民者以及被放逐的清教徒。最初的美国还在搞奴隶制呢，希特勒的种族政策最早就是从美国对待原住民的手段上得到启发的。到里根时代，因为美国吃了2战的红利，发展的很好，想给自己祖上贴金，才发明出这么一套说法。结果现在美国人说着说着，自己把自己洗脑了，不但把自己洗脑了，还认为世界就应该按照这套理论惯着美国，仰视美国。美国人用这样的心态搞国际关系，出问题只是迟早的事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美国现在遇见中国这个对手其实是非常幸运的。中国现在不接美国电话，对美国这种居高临下嚷嚷着要搞实力外交的态度直接正面给怼回去，是在帮这批自己把自己绕进去的美国精英从牛角尖里给钻出来，好好看看现在的世界是什么样的。美国双标的毛病只有中国有实力治，有耐心治。毕竟天朝上国，中国历史上也当过，当的时间可比美国要长多了。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，中国的天命论往上能追溯到上古3代。现在的中国看美国，颇有点自己的历史照镜子的意味。可惜中国当年和如今的美国一样傲慢的时候，没有等来一个像现在的中国这样有耐心讲武德的对手。等美国的精英脑子转过弯来的时候，未来再回看这段历史，说不定还要感谢中国呢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